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题，是1984年台湾大学联考理组的试题哦，非选择题第3题。首先，我们要先证明下列这个三角恒等式。它是 sin 5 θ 等于16 sin 5次方 θ 减掉20 sin 3次方 θ 再加上5 sin θ。好，那这题其实如果呢，你硬是把5 θ 把它拆成3 θ 加上2 θ， 那合角公式把它展开，然后呢 sin 的3倍角公式跟 sin 的2倍角公式呢，通通把它用下去。然后呢，尽量往这个 sin 1倍 θ 方向去整理哦，那绝对也是可以做得出来。但是呢，这边我们不这么做哦，因为通常我们要对付这种 θ 前面，它这个数字呢比较大的整数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更好用的工具叫做地美佛定理。好，我们就来试看看地美佛定理告诉我们，如果说今天呢，我们要生出这个 sin 5 θ 哦，那我们可以采取的策略就是，我们随便给定一个复数 cos θ 加上 i sin θ， 把它整理成这样的形式，然后呢，让它取5次方。那地美佛定理告诉我们，它就是 cos 5 θ 加上 i sin 5 θ， 那我们就可以把 sin 5 θ 这一项呢，把它生出来哦。好，那这个就是它的虚部的部分。那等号呢，左边呢一样会产生一个虚部。那等号左边的虚部呢，我们可以怎么找呢？那没有错哦，那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二项式定理呢，想办法把等号左边的虚部把它找出来哦。然后那这边是5次方，所以呢，你会发现等号右边是可以把它看成是 sin 5 θ。再去搭配我这个虚数单位 i 嘛，那等号左边，你去用二项式定理把它展开，那就是只看虚部的部分，那就是变成是相当于是 c5 取1，那 cos 4次方 θ， 然后呢搭配 sin θ， 再乘上一个 i， 好，然后呢，我们后项要基数次方嘛，那再加上 c5 取3。cos 平方 θ 再加上 sin 3次方 θ， 那 i 也是挂3次方。那再来呢，就是再加上 c5 取5 sin 的5次方 θ， 然后呢 i 呢挂上5次方哦。好，那这是等号左边的虚部的部分，那我们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那整理的方向呢，当然是尽量往 sin θ 的方向走啊。那我们就是用这个平方关系 ，cos 平方 θ 呢等于1减掉 sin 平方 θ 嘛。那这个 cos 4次方 θ 呢，自然就是1减掉 sin 平方 θ 再平方。好，那同学我们可以认真的看一下 sin 的次方好了。首先，我们先看5次方。以 sin 5次方 θ 来说呢，好，第一块这边它是贡献的什么？贡献的好，前面 c5 取1是5嘛，对不对？然后呢，这边有一个1减 sin 平方的平方，然后再搭配一个 sin， 所以呢，这边4次搭配1次啊，到系数是1，再搭配前面的5，所以呢，这一块是贡献5啊。那第二块的话呢，这边是 c5 取3是10嘛，然后呢，这边是负 sin 平方 θ 再乘上 sin 3次方 θ。不过这边大家小心，就是 i 的3次方是负 i。i 的3次方是负 i， 所以呢，这边还有一个负号，所以呢，这边呢也是贡献了5，这边是贡献了10。好，那最后的这一项呢，但 i 的5次方是 i 啦，i 的5次方，好，这个呢是等于 i， 所以呢后面这个的 sin 的5次方对这一项来说是贡献了一个系数1这是 sin 的5次方的部分。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sin 的3次方。θ 的部分那首先呢，第一项好，这边系数是5，然后呢这边1负21所以呢这边是贡献了负10再加上负10。好，那第二项呢？第二项的话呢，这边 sin 3次方 θ， 然后这前面是10再搭配这个1，然后再搭配这个负号，所以这边也是贡献了负10减掉10。OK， 那后面这个没有，最后这个没有，所以呢，这边就有负20。然后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如果是 sin 1次方的系数的话呢，那就会发现呢，只有前面的这个
c 无取一搭配 sin 西塔搭配这个1啊，所以产生一个5啊。后面这两个都至少3次5次嘛，对，所以呢最后呢是贡献了一个1倍的5倍的啊，因为有 c 无取一5倍的 sin 西塔。好，那这个再搭配一个 i。好，那就会等于右边的 sin 5西塔再乘上 i， 然后呢，同学我们这个去掉这个虚数单位，单看前面的系数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呢我们想要证的16 sin 的5次方西塔减掉20 sin 的3次方西塔，再加上5倍的 sin 西塔等于这个 sin 的5西塔啊。那第一小题的部分呢就被我们证完了。好，同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二小题哦。第二小题是他希望我们利用上面我们刚刚所证出来的这个三角恒等式呢，证明 sin 6度是一个无理数。那这题的线索呢，非常的明显哦。那很显然呢，你看它要求 sin 6度，然后这边又是 sin 5西塔，所以呢，我们很明显就是呢，你只要把西塔令西塔等于6度呢，把它代入刚刚我们证出来这个式子 star， 你就可以生出我们很喜欢的一个角度哦，就是30度。那sin 30度呢，就是1/2。那等号右边呢，你会发现呢，通通都是以 sin 6度当变数的次方的一个式子哦。比如说这个 sin 的5次方6度，那 sin 6度呢，当然是一个实数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写好了啊，再减掉20 sin 3次方6度。然后再加上5 sin 6度，好，那于是呢，你就会发现呢，如果说我们把 sin 6度把它看成是 x 的话呢，那这个就会相当于是sin 6度为1/2等于16x 的5次方，再减掉20乘上 x 的3次方，再加上5x 之1根。好，是它的一个解，但我们知道 sin 6度呢是一个实数，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是不是无理数呢？那我们有个很简单的一个判断法，就是呢，如果说我把这个方程式呢整理一下，32x 的5次方减掉40x 的3次方，再加上10x 再减1等于0。那我只要说明呢，这个方程式它的根呢，通通都是无理根哦，它没有有理根，那我就可以说明呢，sin 6度呢，它既是它的一根，那这个方程式呢又没有有理根，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无理根，虽然是无理数，我们的策略是这样。那为什么想到这件事情呢？可以这样方法去证明它呢？因为我发现呢，sin 6度所在的这个方程式啊，它的系数呢，通通都是一个整数。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整系数的多项式左边等号左边是一个整系数的多项式，整个方程式是一个整系数的方程式。那我们就可以想到呢，在整系数方程式之下，有一个很明显可以找出它有理根的方法，就是一次因式整系数一次因式检查法，就是说是也就是所谓的牛顿定理那这个牛顿定理告诉我们，如果说它有一次因式任何的整系数多项式，如果有一次因式 ax 减 b 的话它有这个因式x 减 b 的话，那它一定要满足一个这 a、b 都是整数我们这边让 a 是一个正整数，然后 b 是一个整数，那它一定会满足一个特性，就是 a 一定会整除最高的领导系数32，那 b 呢，它一定会整除呢我们的常数1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这个 a、b 的这个候选人呢，事实上我们就可以把它找出来了，代表说我们可能的一次因式，整系数可能的整系数一次因式呢，就有什么？就有这个32x 正负1，或是16x 正负1，然后呢8x 正负1跟4x 正负1，还有2x
正负1跟 x 正负1，因为32是2的5次方嘛，所以它的因式呢就这么多。那接着呢，你就是去一一检查，我们这个方程式呢是否有这些一次因式就可以了。那么很简单，我们就用因式定理来检查它就可以了。那等号左边的这个多项式呢，我把它叫做 f of x 好了。那我们把所有可能的整系数一次因式的候选人，然后呢，利用因式定理呢，统统把它丢进去检查一下。但是你会发现呢，不管是f of 正负1/32也好，每个带进去了1/32啊，这个不等于0。然后呢 ，f of 正负16啊，丢进去呢，通通都不等于0，通通都不是它的一次因式。然后你每个都把它检查一遍。f of 正负1/8不等于0 ，f of 正负1/4也不等于0，f of 正负1/2也不会等于0，这个很容易就可以检查的出来啊。然后呢，最后在 f of 正负1，显然呢也都不等于0。好，我们只要说明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哇，这个 f of x 等于0呢，它没有有理根，因为呢所有可能为有理根的候选人都被我们检查一遍啊，无有理根。但是呢，我的 sin 6度又是它的一个根，对不对？所以呢，这也就证明出来了，我们的 sin 6度呢，它是为无理数啊，它是一个无理根，所以呢，它是一个无理数。好，我们就是借由这个整系数一次因式检查法去说明再搭配刚刚所证明的这个三角恒等式，就说明出来这个 sin 6度是一个无理数。